哎呀，这大半天的，怎么没看着人呢？哎，就那个女人。啊，就是这个人啊。先等等，给他发个短信，告诉他，到前面白坊小广场那里。 照他说的做。哎，师傅，他俩跑了。对方正在考察齐慧茹呢，咱们先别动。再给他发一短信，告诉他，离开那儿，去新湖公园。现在上郭永刚的车，去新湖公园。他们要干嘛？ 走，咱们去新湖公园。刘洪涛抓洪桃六心切，没有及时和韩队长联系，后来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刘警官，你在哪儿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在你身后不远的地方，给他发短信，说你已经到了，问他在哪里。按他说的做，去桥边，我们在后面跟着你。走，下车。那就按他说的，去公园北门。哎，公园北门太空旷了，跟紧了会被发现了。有人发现咱们了，我估计是齐慧茹的帮手。咱们现在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发现咱们的。那咱就照他说的做吧，赶紧解决这事儿。 把钱留下之后，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着他们。而这边，毫不知情的刘洪涛还在按原计划跟着齐慧茹。齐慧茹，齐慧茹，你听见了吗？ 师傅，现在，刘洪涛才明白，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黑色帕萨特经过大华路口是10分钟之前了，有可能经过的路口有5处，
按照顺序分别是西广路十字、安家堡十字、南罗村十字，还有柯家窑十字。先查这几个路口。哎，有了，嫌疑车辆是从柯家窑十字往西上了308国道。明白了，他跑不了。小黄，你速去308国道拦截黑色帕萨特，我去另一个路口，以防万一。我担心他会用和上次一样的计谋，中途换车来误导我们。明白。师傅，我在国道发现了那辆帕萨特，人已经跑了。果然没错，他跑不远的，快去追！蹬啊，使劲蹬啊！过来。停车！下来。刘洪涛，你可以啊！竟然能猜出来我会从这儿发挥成。同样的把戏，用第二次就不好使了。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对于你来说也是同样的，不对吗？把枪扔地上，要不然我就杀了他！郭永刚，你以为你还跑得了吗？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指纹和正喜房间里那个相框上留下的指纹进行了比对，是完全吻合的。你就是洪桃六。对，我就是洪桃六。我真没想到，绑架齐慧茹的竟然会是她的前夫。你就是利用我想抓住贾小姐的机会，让齐慧茹提出要求，让你参加我们抓捕贾小姐的行动。幸好我早就怀疑了，我让信息中心监控了你还有齐慧茹的手机，你们2部手机发出的每一条短信，信息中心看得一清二楚。从新湖公园开始，齐慧茹把贾小姐发给她的短信都转发给了你，而她发给我的信息每一条都是错误的，为的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而你呢，根据贾小姐的信息和她进行了交易。你开着黑色的帕萨特接走了齐慧茹，让顾辉煌开着这辆比亚迪在国道上等你们，然后你们交换了汽车，让顾辉煌继续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对不对？可惜啊，顾辉煌现在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本就没想让他跑掉。你太自信了，郭永刚，你自信的过了头。落在你手里，我根本就没想活。郭永刚，不要轻举妄动，你想想你的孩子，齐慧茹，你没想到吧？你这样帮着郭永刚，他最后还是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恨你一辈子的，你想清楚了，把刀子放下，投降吧！别他妈废话！我告诉你，我谁也不爱，我早就活腻了。活着对我来说只有痛苦。我栽在你手里，我就没想着能活。我已经制造了那么多条人命，魏杰是我杀的，郑国强是我杀的，焦峰也是我杀的，张一林还是我杀的。我横竖就是个死，要不你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要不我
去杀了齐慧茹，让她先去阴曹地府给我探个路。郭有刚，你想清楚了？刘洪涛，知道我为什么用洪涛6的扑克牌来挑衅你吗？因为你就不是个男人，我根本就看不起你。你要是个男人，你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要不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你怎么不等支援你就开枪？你知不知道郭伟刚的重要性？他很可能就是洪涛6。以当时的情形，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郭永刚肯定不会死，我打中的是他右肩肌肉的部分，那里没有什么脏器和动脉。我要求马上审讯齐慧茹和顾辉煌。审讯的事儿你就不要掺和了，我跟小黄去就行了。你抓紧时间再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越详细越好。你就等着这个审查小组的询问吧。齐慧茹的事儿完了，但是给蒋明明发信息的那个人，那边怎么办？就说一切都办妥了，然后咱们就别太搭理他了。你说这个人，贾明明钱是收了，但还是不肯露面。看来他不想把老板的东西交出来。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找到他，一定把东西拿到。明白了。秦慧茹，说说郭永刚的事儿吧。他的事儿要从我们结婚的第1年开始说起。那时候他搞建材生意挣了些钱，然后他就拿着钱跑去澳门赌博，一开始赢了些钱，然后他就越玩越大，越陷越深，后来越输越多，就着了魔似的往澳门跑，生意也不做，家也不顾。有一回，整整半年才回来一次，回来就把家里的生意给转让了，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卖了，拿着钱又跑去了澳门。之后又过了半年才回来，一回来就跟我提出了离婚，一晃就是5年。我以为他都死了。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得很艰难，我也是没办法才干起杰克的生意。可我没想到厄运才刚刚开始，他没死，竟然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在跟我进行那种交易的时候坠楼死了。他也不问我为什么干这个，就让我管我的上线要钱。等等，你是说他一回来就知道你跟张义林的事情？是。不是你主动告诉他的？不是。这点很重要，记下来。你继续说。一开始我不同意，他就拿孩子威胁我，我还是不同意，他就走了。可我没想到他会绑架我，他拿走了我的手机，直接跟贾小姐联系。
可是因为你们警方干涉，他并没有成功。你的手机能联系上你的上线贾小姐，是你告诉她的吗？不是，他好像自己就知道。这点也很重要。接下来，他放你走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了，是吧？他说：“你们一定会利用我去抓贾小姐。”然后他就利用这次机会拿到这笔钱，带着我跟孩子远走高飞，重新开始生活。我很傻很天真的相信了他的话，就答应帮他完成这次任务。可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说说那天晚上他到你房间的事情。那晚一分钱都。前些年，我让你赌，我在澳门赌钱输了一屁股的债。我原本想拿这20万去赌，要是赢了，就把20万还给公司。可是没几个小时，那20万就被我输光了。那天他在酒店找到我的时候，手里拿着赌场的欠条。他说他是帮赌场来要债的，要是还不上，他就要了我的命。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来找你了吧？后来我才知道，敲门的是酒店老板郑喜。郭永刚怎么会有你欠赌场的欠条？郭永刚告诉我，他说他之前在澳门和澳门一个赌王大战了3天3夜，最后一把，他把自己的命押上了赌桌，结果他用一张红桃六赢了赌王，于是赌王就把赌场的一些赌债转给了他，让他去要债。他说，他用一张红桃六赢了赌王。对。从那以后，他就把那张红桃六裱在相框里，随身携带，逢赌必供。从此以后，他就有了红桃六的这个称号。这么说，酒店老板郑喜房间里那个镶嵌着红桃六的相框是郭永刚留下的。是。他为什么要把那个相框留在宾馆？我也不知道。你又为什么去绑架了齐慧茹？郭永刚告诉我，他说他知道我没钱还这笔赌债。他说他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他绑架一个人。要是成功了，他就可以帮我免去1半的债务。第2天我就按照他说的，开着伊兰特回城绑架了齐慧茹，然后把车开到了802乡道。他就开着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过来，我把人交给他，然后我就开着雪佛兰来到了他给我藏好摩托车的地方。后来我就弃了车，开着摩托车跑了。这次给郭永刚提供比亚迪的还是你吧？是我，是他让我租一辆比亚迪，把车开到308国道。他就开着那辆黑色帕萨特过来。我跟他换了车，他就又原路返回。之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开着那辆黑色帕萨特，沿着308国道往出城的方向开去，以便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后来我就把车开到了他事先给我藏好交通工具的地方，给我辆自行车。
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顾辉煌交代的情况和郑喜交代的情况基本吻合，可以肯定他们说的都是实话。整个计划都是郭永刚策划的。有一个问题，是谁把齐慧茹跟张艺林的事情告诉郭永刚的？郭永刚为什么偏偏在张艺林出事的时候来找齐慧茹？郭永刚到底是不是那个给张艺林发短信让他到窗户外面躲避的人？你这是3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真正的红桃六是谁？如果郭永刚醒不过来，恐怕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了。谁说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我呢。师傅，你是红桃六？谁说非得是红桃六自己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不管红桃六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有他的目的的。郭永刚不惜冒险，为的就是要到那100万现金。如果说张艺林是他设计害死的，然后再借着张艺林死亡的事件向齐慧茹的上线要钱，这个逻辑不怎么立得住啊。你们想想，要钱的办法有很多种，直接录下张艺林和齐慧茹的性爱视频，就已经可以达到要钱的目的了。这不至于非得杀人才行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是有人故意引郭永刚入局。那你说真正的红桃六的目的是什么？红桃六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以为郭永刚就是真正的红桃六，最后逼我开枪打死他，造成无法挽回的失误。他的目的是想报复我。我在开枪打郭永刚的一瞬间，就全想明白了。为什么郭永刚会在酒店的房间里留下那个镶在相框里的红桃六扑克牌？按照顾辉煌的说法，那可是他的护身符啊，他一定不会大意到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留在酒店的房间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故意留下来的，目的是引我入局。还有，绑架齐慧茹的那辆红色伊兰特，故意不遮挡号牌，也是为了让我们找到顾辉煌，能够查到顾辉煌曾经入住过的新庄的酒店。停车场那么多车他不偷，他偏偏要偷酒店老板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为酒店老板郑喜就是红桃六。如果说他绑架齐慧茹是为了向齐慧茹的上线要那100万现金，可是他却在偷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的时候留下了30万现金，这说明他手上并不是没有钱。还有，按照郭永刚的聪明程度，他一定不会不知道我们会在齐慧茹的房间里发现齐慧茹曾经回来的痕迹。我和小黄本来打算开始24小时监控郭永刚，没想到我们前脚走，他后脚就去找齐慧茹。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故意让我们找到齐慧茹。如果说他是为了钱，那他完全可以在不惊动咱们警方的情况下，直接和齐慧茹和贾小姐完成交易，但是他却没有，他却故意留下线索，让我们抓到他们。我认为他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100万。还有，齐慧茹提出让郭永刚送他去交易现场，也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他想让我认为，他就是挑衅我的红桃六。他最终的目的，就是逼我开枪杀死他。你是说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报复你？准确的说，是有人在利用他的生命报复我。在郭永刚醒来之前，你的这些推测也只是推测。他背后如果有人，会是谁呢？谁会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个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但是我有预感，这一定和贾小姐的那个卖淫组织有关。所以，找到贾小姐，弄清楚卖淫组织的前因后果，红桃六之谜一定会浮出水面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现成的机会，贾小姐和齐慧茹交易成功了，现在应该是她最放松的时候。她一定不会这么快就知道齐慧茹被我们抓了。我们现在可以利用齐慧茹的这部手机，再次假扮齐慧茹，去联系贾小姐，兴许就会有机会抓住贾小姐。韩队，我觉得我师傅说的有道理。你打算怎么做？这个手机从头到尾就跟齐慧茹联系过。现在齐慧茹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手机处理掉。
不着急。蒋明明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呢，他有太多的秘密，我们还不能随便处理他的东西。东西在，起码我们第一时间能了解一些情况。这东西不在了，我们可真就是两眼一抹黑了。这钱都给齐慧茹打过去了，他怎么还来电话呢？是挂还是接呢？既然交易还是这么顺利，我看没必要那么紧张吧。你的意思是接？接。哎，有了这100万，你们打算怎么花呀？哎呀，那还用说吗？买房、买车、换老婆。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啊？啊，这100万在大城市能买套房吗？要我说，拿着这些钱就应该去投资，要学会用钱生钱，要会理财，知道吗？李浩哲，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这个声音是？我功劳最大，我分48%。我跟你们说啊，挂了，师傅。怎么样？定位到了吗？定位上了，限号在光明小区。这样，你和韩队留下来继续监控，我出去看看。好。你跑啥？你等会儿，别跑，快点！别着急，你要干什么？哎，你听我说啊，那个叫刘洪涛公安的声音，我听得出来。现在齐慧茹也被抓了，他一定会把蒋明明的事儿告诉公安。这个手机必须扔，说不定公安已经定位这个手机了。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怎么着？你先别扔，让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师傅，有情况。贾小姐那部手机正在通话中，在市中心大洋路附近移动。好的，明白了。你随时向我汇报目标的位置。好。师傅，那部手机位置停在龙山车站，已经和你很接近了。你好，我是警察，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包吗？咦，这不是我的手机啊！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t reachable. 贾小姐的那部手机我已经找到了，她把手机放在别人身上，人早没影了。那怎么办？你们先到局里附近那家餐厅等我，我有新发现。好。现在情况是这样，那个手机上没有贾小姐的指纹，而且手机卡也是新买的无证卡，没有打进来的电话，也没有打出去的电话，只有几十条短信，而且这几条短信呢，也仅限于是和齐慧茹之间的联系。如果齐慧茹说的是真的，这个贾小姐是老鸨的话，那么我在想，这个贾小姐有可能跟不同的女性是使用不同的电话卡的。咱们得到的可能只是贾小姐跟齐慧茹之间联系的这个手机卡，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手机真的是贾小姐的，那么她很有可能把这个手机卡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别的人，对吧？别的人有可能就打了这个手机号码跟她联系，如果一旦这个手机接到电话，那就是重大线索。那我们不得24小时开机啊？所以你得通知政务室，给这个手机24小时充电，一直开着机。知道了。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发现
我们对手机定位的。会不会是我们3个人中某个人的声音，他听出来了？嗯，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很有可能就是这样。郭永刚脱离危险期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齐慧茹啊？你觉着呢？我觉得，要不还是把人放了吧。他不就是卖淫那点事儿吗？你这是在替他求情吗？我这不是替他求情，我这是出于对破案策略的考虑。把他给放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他的监视。齐慧茹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和卖淫组织有关的人，咱们放他出去，对破案是有利的。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你看，其实啊，局里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在案子破获之前啊，这个齐慧茹呢，依然可能是一个变数。表面上我们对她进行特殊的照顾，实际上是要从她身上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局里对她采取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恐怕还需要你的配合。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我没问题啊，只要对破案有利，我肯定配合呀。好，一会儿咱们和小黄一起吃个早饭。要吃你们吃吧，现在郑广福和宝马730还没下楼呢，我哪吃得下去饭啊？现在郭永刚昏迷不醒，唯一的线索就是送齐慧茹到宾馆的郑广福了。下午我再去郑广福家一趟。齐慧茹，你应该感谢我师傅，他在局里可替你说了不少好话。刘警官，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这样一个电台主播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吗？你现在应该知道了。郭永刚欠了一大笔赌债，等着我去还。我一个普通白领，要是不做点兼职，根本没法还得了。我知道，我现在在你们眼里已经是坏人了。我不祈求你们能同情我，我只求你们能把我的事情向外界保密。我不是怕人说我什么，我就是不想让外人在孩子面前说他有一个靠和男人睡觉挣钱的母亲。你放心吧，局里决定放你出来，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不过，你电台的工作可能要暂时放一放。我知道，谢谢你，刘警官。今天是周五，赶紧去接孩子吧。可惜
惜了。可惜什么？以后再也听不到小慧主播的节目了。切，有什么好听的？听我跟你说，小姨主播，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是小姨主播。先送你去局里，然后我去郑广福那儿。你真能帮到广福啊？嗨，那广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肯定我要帮他的。也许啊，我能知道他藏在哪里。哦，那你说说看。这不前一个时期啊，孩子他妈和广福离婚以后呢，他就一个人过。前段时间呢，在城里认识一个女大学生，他们两个人就好上了，并且呢，广福也非常的喜欢她。这不，那宝马730就是给这女孩买的，这不就正商量着结婚呢吗？这突然间，这广福到底出了啥事儿啊？说没影没影了，到现在找不着。我估摸着，保不齐他就藏在这女孩的。这女孩叫什么名字啊？住在哪儿啊？叫薛娜。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吗？有。哎呀，打了多少遍了，根本就打不通。您啊，把她的电话写给我，我有办法找到她。那行。师傅，你提供的电话号码，我们查到了他的学校地址，咱们一起去。好，我去接你。好，你们说的这个薛娜啊，确实是我们新闻广播学院今年的毕业生。她可是出了名的好学生，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我们校园广播的主持人，全校师生没有人不认识她。就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一点，还没毕业那会儿，经常有好多车子在我们学院门口接她。好，哎，那这些车里面有没有一辆宝马730？宝马有，奔驰、劳斯莱斯好多车呢。不过这个也说不上啊，人家女孩子不光人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又好。你说好女孩找个有钱人的话，这也说得过去。哦，对了，主任，哎，您知不知道她现在住哪儿？哦，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毕业了嘛。师傅，现在连薛娜也找不到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总会有办法的。我现在想起了一个人，也许啊，他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你先回局里吧，我自己过去找他，顺便去火车站接小可。谁呀？浩哲奶奶，奶奶好啊！哎呀，怎么又是你呀？上次的事儿让您受惊了，我就说抽个空过来看看您的。可是前阶段啊，工作太忙了，我给耽搁了。没事儿，那件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你有事儿吗？我今天来找浩哲有点事儿。来，进来说。哎，奶奶，您先坐着啊。啊。找什么事儿？还是张艺林案子的事情。我告诉你，现在情况非常严重。齐慧茹和张艺林的事情，除了我，还有我们领导和我的搭档，只有你知道。你有没有把齐慧茹的事情告诉给别人？我没有告诉给别人啊。真的没有？我不是法盲，我学法的，我懂法。那就好。我告诉你，你可是知情人。我们在给你录口供的时候，你可是跟我们公安局签过保密协议的。在案件侦破之前，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们公安局的规定，你不能把任何你所知道的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密的人。我明白，明白。见过这个人吗？不认识。真的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小点声。哎，张艺林的案子，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上次过来把我奶奶吓得不轻，我真的不希望我奶奶再提心吊胆了。见过这个东西吗？
黑色的倒不太常见。哎，你们还有完没完了？哦，奶奶，我们这就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要去火车站接人了。哎，正好我也要去火车站接人，你可以搭我的顺风车了。走吧。你知道红桃六的事情？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给你那张牌的时候，你的表情明显不对。你看到莫名其妙的事情，你也会是这种眼神的。我还是跟你说具体点吧。我们抓住了齐慧茹的前夫郭永刚，原因是郭永刚用齐慧茹的手机向齐慧茹的上线贾小姐发信息，向她要钱。可是根据齐慧茹的供词呢，她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参加卖淫活动，以及在性交易过程中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坠楼的事情告诉她的前夫郭永刚。那这个郭永刚怎么会知道可以联系齐慧茹的上线贾小姐要钱啊？他又怎么会知道用齐慧茹的那部手机就可以联系到他的上线贾小姐，而且贾小姐就一定会给钱？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收到了信息，而提供信息的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红桃六，而信息来源呢，就很可能是你，李浩哲。你这些还是推测而已。破案不都是从推测开始的吗？证据我们会慢慢去找的。好啊，那祝你早日查明真相。谢谢，肯定比你想象的要早。哦，火车站到了。喂，你到站了吗？啊，我啊，在老地方等你。老地方啊，就是那个白色灯塔下面。对，就那儿。行，好，我等你啊。怎么？你要接的人也是约在这儿见面？对啊。啊，也就这儿显眼啊，真是巧。哎，我在这儿。小可，冷不冷？你等会儿啊！你要接的人就是他呀？对啊。那你跟我说说，他是你什么人啊？女朋友啊。哦，原来可可的男朋友就是你啊！你也认识小可呀？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你的事我迟早要跟你算账的。咱们回家吧。哎，我不跟你回去，我有地方住。你有什么地方住啊？你有跟男朋友同居的地方啊？这喊什么喊？好，我不在这儿跟你说，咱们回家说，好吧？哎，我不跟你回去。等会儿。我问你，你跟小可什么关系？我是他哥哥。走吧，跟我回家。不，先别打。李浩哲，你给我站住，别跟着我们。那边就是地铁站，你自己坐地铁回家。浩哲，这样，小可，先听你哥的啊。这样，哎，我在那边等你，你完事儿给我打电话，行吗？行了，跟我走吧。哎呀，你放开我！你烦死了！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家，把跟他谈恋爱的事跟我说清楚。凭什么呀？你说我什么人呀？我是你哥呀，你的事我当然要管。你又不是我亲哥，你管我那么多干嘛？我是不是你亲哥？但是你亲哥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了，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我亲哥也不会不让我谈恋爱。你等会儿，我告诉你，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必须跟我回家。哥，
我都多大的人了，你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你怎么还老管着我，还什么都不让我做呢？哥，你到底是想照顾我，还是想控制我呀？我控制你了吗？我那叫控制吗？我是为你好。那你不让我谈恋爱是什么意思呀？我谈恋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我告诉你，你别逼着我喊你刘洪涛。我看你俩站一起，我以为你们早就认识了呢。我们俩确实不认识，我之前不知道他是你哥，他也不知道我是你男朋友，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说什么？啊，没什么。租屋是不能再回去了，我哥知道那个地方肯定会来找我的。要不咱们找个宾馆开间房？你干嘛这个表情啊？哎呀，反正我是要嫁给你的嘛，你怕什么呀？走了。对不起，满员了。先这样吧。那算了，咱们再找找吧，谢谢。哎，还有一间，5分钟到时间。我问他还续不？如果不续的话，你们就可以住下。那也行，那咱再等等。麻烦你了。不客气。要不然咱们换个酒店吧。再等等吧。行，再等等。不好了，806那个客人按门铃半天都不开门，我只好用房卡打开进去看，见他躺在床上，我就叫他，可怎么叫他都不回应，我就只好上去摇他，怎么摇也摇不醒。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806是退房时间要到的那个吗？是啊。你用的什么香水啊？我从来不用香水啊。那你身上怎么有种奇怪的味道？哦，可能是806那位客人身上的香水味道吧。照你这么说，那这个客人也太奇怪了吧？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哦，不好意思啊，我女朋友呢是修变员，能闻到人身上特有的味道。每个人身上都有特有的味道，一般人只能闻到表面，但是我能闻到藏在表面之下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好比人的磁场一样，反映出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甚至是他的性格和潜意识。你现在身上这个味道就特别怪异，总感觉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寒气，像是病了，又像是没病一样。总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浩哲，要不我们上楼去看看吧？啊？你赶紧上去看看，我打电话给经理。啊，好的。麻烦你了。床很软，睡得我很舒服，5颗星。服务不行，服务员未经允许擅闯房间，打扰客人休息，1颗星。你没事吧？我还以为你有事了呢。我好着呢。那就好。你房间时间快到了，要续吗？当然要续啊。那请到前台交一下费用。我明天交行吗？我身上没现钱了。这个不可以的，你已经把押金都用完了。服务员，他没钱，我有。这间房我们要了。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没钱续费的话，我们只能把房间让给这2位客人了。您看什么时候退房？男的忧心忡忡，女的风尘仆仆，一看就是一对小情侣吧。久别胜新婚，心情我可以理解。这么晚了才出来找宾馆，一定是有家不能回吧。可是这么晚了，我要是把房间让给了你们，那我住哪儿啊？哎，怎么会是你啊？你找住在这儿的那1男1女吧？对啊，他们在哪儿？宾馆房间啊。宾馆？
哪家宾馆？你告诉我，我找他们去。算了吧，这个点儿估计人家都睡着了。哎，不对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如果你们要给我找一个地方睡觉的话，那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你说话可要算数，只要我给你睡觉的地方，你就让给我们。那当然了。早说嘛！就这样，我把我试睡房间让给他们，他们就让我住这儿来了。这个李浩哲，我饶不了你。你还有事吗？没事了，你睡吧。师傅，你说这个薛娜会不会和齐慧茹一样，也是卖淫组织成员啊？要这女白领能干这事儿，女大学生也有可能干这事儿啊。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薛娜这个人。或许找到了薛娜，我们就能找到郑广福，或许就能知道他们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就能知道这两个人和卖淫组织是什么关系。哎呀，好饿啊！我请你到我们家吃饭。真的？去你们家吃饭啊？真的？但是你得帮我个忙。什么忙？把可可给我叫回来。哦。要来一个。哎，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上手了？凭什么大小姐就不能上手了？大小姐又不是神仙，大小姐也要吃饭、睡觉、刷牙、洗脸、打嗝、放屁、上厕所的，好不啦？哎，你怎么能学我呢？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太难听了。哎，我发现，你怎么一到我家就变得这么粗俗啊？是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你们家就变得特别的粗俗。行了，别吃了啊！先放会儿，先放会儿，一会儿还有菜呢。你别说那样的话了啊！看哪个男的还敢要你？没人要才好呢，没人要我就赖在你们家不走了。我也不要。小可，青雨姐，你来了！来，我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啊？拿。太贵了。拿着吧，我还送过你哥穿的用的呢。那谢谢静怡姐。对，你跟我哥现在怎么样了？哎呀，他是我师傅，我是他徒弟，能怎么样？现在就流行师徒恋哦。徒弟有意，师傅无情啊。放心，我会帮你的。哎，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哎呀，一般般啦。我看不一般呐。我看到什么人要你管啊？我是你哥，我当然得管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问你住哪儿你也不告诉我，让你回来住你也不回来住，工作怎么样了也不向我汇报，就算谈了朋友了也不告诉我，我还是你哥吗？哎呀，行了，你们俩怎么一见面跟仇人似的？师傅你也真是的，可可又不是小孩，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他自己事情能自己做主的，放心，没事的。我不管他，他要真出了事儿，我怎么跟他哥交代啊？你那叫管吗？你恨不得我就是一个芭比娃娃，没思想没头脑。哎，我高三的时候分文理科，他替我做主了；我高考填志愿，他又替我做主。我现在谈个恋爱，他又要管。哎，我说你是不是管犯人管神经了吧你？我敢打赌，我亲哥肯定不会这么管我。哎，你不提你哥也就罢了，你要是提你哥，我还非管不可了。你别做菜了，我告诉你，你每次做的菜都特别难吃，我都吃不下去。好，行了，别吵了。可可，你放心把人领回来，我给你保驾护航。领回来，我哥不还把人家给吃了？我告诉你，那个李浩哲可是有问题的。李浩哲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你才有问题吧。上次你到人家家里，跟人家奶奶说什么有人要杀李浩哲，把奶奶吓得半死，搞了半天你就想找人家给你指认一个嫌疑人，你没事吧你？反正跟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和李浩哲的事情我不同意，听清楚了吗？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们就分啊？我不同意，你们俩就没戏。你哎，是不是？你快去看你那锅。
好了，小可，跟我说，你俩怎么认识的？我们大学社团里认识的。你了解他吗？当然了，别的不说，就光说闻他身上的味道，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可靠的人，不像某些人，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味道，让人一靠近就压抑的不行。好了，没事儿。我觉得公是公，私是私，你应该把这个分清。你对李浩哲有怀疑，你可以去查，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和刘小可的事儿就搅和在一起啊！你别因为你对李浩哲有怀疑啊，你就要破坏影响他们的感情。这万一查到最后，李浩哲和那个卖淫组织没关系，你说你以后怎么面对可可和你未来的妹夫？可可以后要是嫁给他了，那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什么叫咱们呀？对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那个李浩哲真的是个罪犯，怎么办？万一他真是个罪犯，那你也应该尊重可可的选择。感情这种事儿，别人说什么也没用。喂，刘警官，有时间吗？我想见见你。好，我一会儿去找你。小齐，对不起啊，有点事儿来晚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郭永刚的情况。郭永刚，他恢复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就好，那就好。你还打算等他吗？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个人了。你呢？情况怎么样？还好，虽然不能再用声音工作了，但是还可以动手写写稿子。等到大家不再记得小慧主播的时候，我会出来再找点事情做的。哦，对了，如果有人上门讨债，你马上打电话给我。谢谢您，刘警官，你真是个好人。没有，应该的。哦，对了，我有一件事还要问你呢。什么事儿？有一个叫薛娜的女孩，你认识吗？薛娜啊，你说的是哪个薛娜呀？就是你的母校新闻传播学院那个，播音主持人专业，今年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好像是在学院的广播电台做主持人吧？我想你可能认识。我认识她。你真的认识啊？嗯。哎，那你看看，是这个人吗？没错，就是薛娜。前段时间她还来我们台里面试过。是吗？你知道她住哪儿吗？我给你问问。喂，上次来咱们台里面试的那个薛娜，有没有留住址啊？你帮我查一下，然后用短信发给我，谢谢啊。这是给我点的吗？嗯。怎么样？还合你口味吗？哦，挺好的，很好喝，谢谢。有了。你确定这个住址就能找到他吗？肯定能。我们的面试结果是书面通知，一定得留有效的住址才行，不然收不到录取通知书。
我看薛娜对这次面试还挺在意的。太好了。喂，小花，你听我说，薛娜的住址我找到了，你马上去万宁路的万宁国际小区门口等我，一会儿在小区门口汇合。好的，一会儿见。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小齐，我还有点急事儿，可能要先走了。嗯。我问你最后一遍，说他在哪儿啊？广福，我求你了，你就放过他吧，你要怪就怪我。我问你他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到现在还在帮那个男的说话。你说过的，要跟我结婚的，那些全都是骗我的，全都是骗我的。你不能一边跟着我谈婚论嫁，一边却和别的男人干着龌龊的事情。广福，你要相信我，我是被逼的。那些男人之所以跟你干这种事，都是因为你这张脸蛋。如果你这张脸蛋毁了，你就永远是我的了。就让我用手里这帮气钉枪，在你脸上打几个洞。这哪里是手机呀？这分明就是个提款机呀！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郑广福。他人呢？走了。去顺义酒店。好的。喝点水吧。说吧，怎么回事？警官，你们要赶紧去抓郑广福，他要杀人。他要杀谁？天成地产董事长黄半成。他为什么要杀黄半成？因为我和黄半成发生关系，被他抓到了。小花，你赶紧查到黄半成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你和黄半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学校的职工楼就是黄半成他们公司承建的。我作为礼仪小姐参加了剪彩仪式，黄半成就是那时候看上我的。这身好看吗？这还真不错，就是给你做的。黄半成出手很豪爽，对我提出的要求一概满足。他跟我保证说，他一定会和他老婆离婚。我那时候社会经验不丰富，就相信了他。后来，我们就发生了关系。
但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想和他老婆离婚，他只是玩弄我的感情而已。我就当众给了他一巴掌，后来我们就分了。本来我以为我和黄半城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没想到的是，黄半城竟然拍下了我和他的性爱照片，并以此要挟继续和他保持情人关系。而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了郑广福。为了能够彻底结束我和他的关系，我无奈答应黄半城和他最后一次做那种事情。但我没想到的是，郑广福装在车上的记录仪记录下了我们车震时的所有声音。因为我和黄半城频繁的联系，郑广福有所察觉，他甚至还跟踪过我好几次。为了不让他发现我和黄半城约会，我就开着车去找黄半城。我们在车里发生关系，但我不知道，郑广福偷偷的把车里的记录仪给改造了，目的就是想抓住我和别的男人偷情的证据。我死活不肯告诉他是谁，他说他一定会查出来的，然后就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谁知他后来又回来，还带回了一把气钉枪。他一定要逼我说出那个人是谁，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毁我的容。我是真的没办法，只能把黄半城告诉他。这不，他刚走，你们就来了。师傅，黄半城的号码打不通，人不在公司，也不在家。你的手机呢？被郑广福拿走了。我告诉你，薛娜，你现在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和黄半城除了那次车震，以后还有没有联系过？因为现在郑广福很有可能是用你的手机去给黄半城发短信，约他出来见面，然后再把他杀死。说吧，你们平时都在什么地方见面？宾馆的房间。什么宾馆？悦来宾馆、鸿福客栈、顺义酒店，就这3个地方。好，我们马上去查这3个宾馆。走。师傅，我查了悦来宾馆，没发现黄半城和郑广福的踪迹。我已经让韩队派人盯守了，你那边怎么样？鸿福客栈也没有发现黄半城和郑广福的踪迹。我现在正在去顺义酒店的路上。这是黄半城的车，我查过，这是他的号。那他们很可能就在一起。走。宝贝儿，宝贝儿，你好，2位要订房吗？对啊，来个总统套。对什么对？你好，公安。警察。宝贝儿，我进来了啊。赶紧开门！郑广福，住手！我们是警察，放开我！放下东西，打死他！放开我手！孩子真好。说说你的事情吧。薛娜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我想让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少装糊涂。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坠楼的案子，你听说过吧？11号晚上，你是不是开着宝马车把张义林送到了新民宾馆？没有，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什么新民宾馆。那我给你放一段视频，你好好看看。
车牌号清晰可见，你有什么要说的？这根本不是我的车，不是你的车，为什么是你的车牌号？这是套牌，这肯定是套牌。你说这辆车是套牌车，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视频上的宝马车不是你的？11号，我跟薛娜从下午就开始吵架，一直吵到半夜12点。虽然我们关着门，但是邻居他们一定能听得到。你们为什么吵架？还能为啥？为了那段行车记录里的车灯声音。你们吵架的时候，那辆宝马车在什么地方？宝马车就停在我们小区地下车库，车库有监控，你们可以查。你说的都是真的？我都这样了，撒谎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那我问你，为什么当晚你非要把车开回老家，而且半夜3更，打着应急灯也要把车给洗了？薛娜竟然在我给她买的宝马车上跟别的男人车震，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屈辱！我嫌车脏，我受不了。那你交给你父亲的那些钱是怎么回事？那些钱是我这些年攒的，本来打算结婚用的，现在婚肯定结不成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跟那个男人拼命。如果我出了事，坐了牢，我孩子有那笔钱，总不至于连学都上不起。见过这个东西吗？下去吧。哎，不用回避了吧？都这么熟了。我的事儿，老板管不着，你更管不着。下去。老板让我传话，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必须马上拿回来。如果你黄办成办不成，请尽早回话，把那100万退回来。老板会另请高明。老板让我带给你的药膏，他提醒你，做事不要太随便，随随便便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替我谢谢老板了。怎么样？郑广福的邻居走访了吗？走访结果和郑广福交代的一模一样，小区车库的视频也调出来了，郑广福的车确实一直停在车位上。这么说，接送张艺林的那辆宝马730确实是被套了牌，这样就不好查了呀。是啊，全市至少有好几千辆同样的宝马730，时间又过去那么久，根本没办法查。如果是外地车，那就更没办法查了。反正我只能保证我们家车库那3辆宝马730没有问题。我一直在想，出现在郑广福家邮箱里的那张红桃6扑克牌，这张牌放在郑广福家的邮箱里绝对不是巧合。假设这张红桃6扑克牌就是给张艺林发短信的那个红桃6故意放进去的，那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去查车的事儿，他也知道我一定会查到郑广福的车牌。那他把这张扑克牌放进去，就是专门给我看的，这是一种挑衅呐，也是一种侮辱啊！车的线索虽然断了，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郭永刚的病情有所好转，愿意接受我们的审讯。太好了，什么时候开始？马上，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走吧。郭永刚，你大难不死，
是老天爷不想让你的女儿失去你这个父亲，所以你要珍惜这一次机会，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协助我们警方破案。我永远也不想回忆我在澳门被囚禁的日子，简直生不如死。直到1个月以前的一天，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赎这个人呢？你们不需要明白。走。在你的左手边有一把椅子，你可以坐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住在内地的南石，你的老婆叫齐慧茹，你还有一个4岁大的女儿，叫郭贝贝。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千万别伤害我老婆孩子。在你前面有一个箱子，这里面有30万现金、一部手机和一张回内地南石的机票。我需要你拿着这个箱子，乘这一个航班回国。信上说，我前妻齐慧茹加入了一个叫中情局的黑组织。信上还说，我回到南石后，可以找一个叫顾辉煌的人，而那张欠条就是顾辉煌欠赌场赌债的借据。我可以拿着那张借据，去逼迫顾辉煌帮我一起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绑架我的前妻齐慧茹。你说还有一个镶嵌着红桃六扑克牌的相框，他让我把那个相框留在顾辉煌在新庄入住的酒店房间里。郑喜那辆帕萨特也是对方让你偷的吧？是的，他让我把车偷走，然后把现金和红桃六扑克牌放在停车位上。他让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目的吗？